1公里的路开了20分钟，到处都是卖这个的。这个米其林推荐，环境负1000分。我觉得快臭吐了，所以我现在不能碰这个手套。曼谷，一个神奇的地方，我们嫌弃它，也喜爱它。这里似乎有种魔力，让人明知它基建落后、环境脏乱、治安存忧，却依然反复奔赴。它是2025年全球旅游预订量最高的城市，也在《纽约时报》的世界最佳旅游目的地中荣登亚洲第1。曼谷到底有什么，能让全世界人民都爱它？拥有80年历史的拉查达木拳馆，每晚都会举行这样的拳赛。从晚上6点开始，共9轮高强度对决，18位拳手轮番对垒，其中不乏自带应援团的明星选手。不是主动攻击，我在原地等待出拳的机会，他就是这样。泰拳 Muay Thai 意为8支的艺术，因为可以用双拳、双脚、双肘、双膝8个点进行攻击，不局限于双拳的博弈，比拳击更有视觉张力，又比武术贴近实战，多了几分凶残。大展宏图，搬来放在办公室，大展宏图，关公都点头，有料。鸿运不能总是当头，因为当老，他说要玩就要玩。或许因为西方观众占了大半，许多环节也会迎合他们的观赛习惯。在拉查达木拳馆，声光电的加持让泰拳的观赏性几何倍提升。视听规格只比演唱会现场，但票价可比演唱会亲民多了。这个都是 VIP 的位置，然后它里面就是这个啤酒可以畅饮。我们坐的是第9区，离拳台不近不远，400多一张票。拳馆官网和在线旅游平台都能预定，但前者可以选座。我准备明天要去练泰拳，打车吃饭。看完泰拳，只想大吃一顿。天一黑，街上就会支起一个个夜宵摊儿。随着曼谷的旅游知名度越来越高，迎合年轻一代的夜市经济不断兴起。朱拉隆功大学夜市就是其中一个。班达通路两旁有4、5家米其林推荐。现在差不多已经快10点了，排队还是这么多人。下期视频再带你们去摘星。今晚我们只想要这盘生腌。小郭给大家表演一个生吃泰国蟹，这是为什么呢？小郭，我给你表演一个，你不要搞生吞大勺。
好鲜啊，没有蘸料就好鲜。它跟我们中国那个生腌蟹不太一样，朝鲜的那个生腌蟹腌完以后里面是有滋味的，但这个蟹的话就是没有加很多调料，它需要你后面蘸这个料。但我觉得有个问题，这螃蟹它是冰过的，它不是那种新鲜的当天的，没有腥味，但也没有其他的味道。这个虾好像好新鲜，因为它肉好弹好挤。北海道帝王蟹相比哪个爽？我觉得这个是爽一点。我也觉得。曼谷的夜很长，时刻欢迎有探索欲的人。如果你还有精力，不妨多逛几个夜市。这里他们说有点阴森的感觉，我没感觉。后巷确实有些幽暗，主干道则是亮如白昼。泰国每2个华裔里就有一个祖籍潮汕的。200年前，先辈们坐着红头船下南洋，把五行山墙和潮汕的先贤带到了湄南河畔。汉字灯箱与霓虹招牌层叠交织，这里是一个非常出片的打卡点，够赛博朋克，也够现实魔幻。他们说就是走到这个巷子里巨阴森。穿过缤纷闹市，才是我们此行的终点。到了，这家店以前是一个药房。对，坡洞餐厅，米其林1星，世界最佳女主厨。2025年亚洲50餐厅第13名。主厨 Chef Pan 将家族经营了120年的中药铺改成了现在的泰式中餐厅。唐人街中药铺，这餐厅的选址和氛围，想必之前也发生过不少故事吧？这电梯也太小了吧！哇，这好小，就只能。本来就是当红炸子鸡，又有周杰伦的加持，更加一味难求。但如果很想来尝下又订不到位，楼下的欧边 bar 更好约。巴富的同样来自 Potom 的厨房。这个酒吧是25年的亚洲第42名，非常清新的一款酒。佛手柑会提供这个饮料清新的感觉，那酒味不是很重。然后当中一坨是柠檬冰激凌。哎呀，有点害羞呢，带他回家。我喜欢喝金贝斯的酒，说这一杯酒就是吉姆雷特和夸瓦的一个 test， 他说你一定要试一下。这个酸就是有点太酸了。Classic gin face。Yeah, classic gin face. Yes. Okay, thank you. 怎么了？你还点杯金 face？ 啊，对，我要喝回我自己的 classic gin face。这次在曼谷喝了几家，发现泰式鸡尾酒主打一个开胃，基本围绕泰餐的味觉主轴，就是酸。昨天喝了5杯酒都是烧啊，今天2杯还是烧啊，烧啊烧啊烧啊，难道是因为烧啊？你看吗？我们找一个可以让我们当数字游民的地方。The Commerce Song Law 是一个被反复宣传，只要你试图了解过曼谷的慢生活，就大概听说过它的地方。半开放式的错层布局，阔绰的挑空高度，布满绿植和小而美的商铺，特别的设计和绝佳的氛围，不断吸引人们造访、拍照发圈，再迎来另一波访客。开业10年，它一直是网红。漂亮的地方自然都有漂亮饭。小郭在这里有选择综合症，因为所有东西他都很想试，比如说像这个酸奶碗。是的，烦死了。我就比较清晰海鲜面。然后里面有一些蔬菜碎，这个酱里面的我说的蔬菜碎是黄瓜，有黄瓜，还有一个看不出来是什么。
ทีนะคะ。哎，刚刚一直在拍啊，没有，手机先吃。你在这里做1个月的数字游民，你愿意吗？不愿意啊。10年前，我第一次知道数字游民，画面里是个穿着背心、人字拖、戴着耳机在巴东海滩码字的年轻人。数字游民总是和泰国捆绑出现。10年后，曼谷稳坐全球数字游民城市榜首，几千块就能入住带无边泳池的高级公寓，全程覆盖的5G 网络。这里有低成本的10年长签和世界顶级的私立医疗。在这儿，你可以用极其低廉的物价维持体面的高配生活。在哪儿都是做牛马，为什么不来曼谷呢？阿毛喜欢死这里，希望有一天我们真的可以实现他的梦想，去全世界各地旅行，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剪视频。我刚准备给你发消息。受前天泰拳比赛的启發，我們臨時決定把這天的晨練換成泰拳。โตมากับดินไม่ได้บินแต่ก็ดังเหยียบพื้นทุกก้าวสร้างทางให้มันพังใจมันฮิปฮอปแบบหน้าเหมือนละครั้งเปิดลำโพงดังให้โลกนี้มันสั่นโยกโตมากับดินร้องแน่นเหมือนหัวใจโตมาด้วยไฟไม่มีวันจะถอยไปเสียงกูดังปังเหมือนดินมันแตกไงใครจะมาหยุดก็หยุดไม่ได้来干体能了，我早饭吃太多了，不想跳了。是拳击，好像不是 crossfit 吧？在上海也体验过类似的拳操，流程大同小异，热身、打拳，在拉伸前榨干每一滴体能。不同的是，这里有真人陪练。其实我手脚还可以，是协调的，只是因为英语不是我的母语，所以他说 knee， 他说 kick， 他说punch 的时候，我有点反应不过来，我先要反应一下。他出拳的时候，你的惯用手是不能放下来的，我总是这只手放下来，这只手举着。左右勾摆，不过4个循环往复的动作，打得还声色断续。但我们的本意也只是要在热带的晨光里换一场酣畅淋漓的大汗。就是没想到，我实在是不行了，因为他这个手套很臭嘛，然后我每一次挥过去的时候带着风那股臭味就一起，我觉得快臭吐了，所以我现在不能碰这个手套，我感觉我赶紧洗了手。我的这个皮肤缝里都臭臭的。这里1节课90分钟才120块，价格是上海的1/3吧。臭呢，我也是可以忍一点的。我是阿毛，我在坐泰国地铁。泰国地铁也很随意，大家都很随意，我感觉都很开心的样子，不像在日本坐地铁，就感觉很在意别人的眼光。你在这里，你做什么都不需要在意别人。在泰国有句谚语，有什么事明天再说，反正明天还是夏天。这句话也是对当地人精神状态的高度概括。在这里90%以上的人都信佛，他们笃信的小乘佛教不求普度众生，唯求自度。这让泰国人的性格里少了一些攻击性，多了很多平和。作为东南亚唯一没有被殖民过的国家，加上天赐的丰饶物产，泰国就像一个从未历经动荡磨难，被历史温柔对待的幸运儿，保有着温和有礼、不争不抢的平常心。一句英文都不会，但是很热情的跟我说你随便看随便逛，你不用问我怎么知道的，他用肢体语言告诉我，然后跟我说放不进去不要紧，放旁边就行。古今文学，这也是1000哇！店主帮叔开二手书店已经有40年了，从漫画、杂志、古籍、畅销书到明信片。听说我们来自中国，他殷勤地向我们介绍着跟中国有关的收藏。在一堆国家地理杂志里，我找到了想要的东西。我找到了我出生那一年那个月份的国家地理杂志，它的封面好酷啊！对旧书来说，价格不便宜。但我更好奇的是，为什么有人愿意在纸质书式微的年代做二手书生意？帮叔最初在船上工作，收藏了来自各地的二手书。随着旧书越来越多，某一天他决定将它们拿出来售卖。当人们说出冷门的书名，而他刚好有的时候，那就是他最快乐的时候。可能是一种简陋的快乐，
从废纸堆里或旧货市场里翻出一本绝版书，然后占为己有。也可能是前任主人留下的折痕批注，让人联想起之前的故事。我识别不到的乐趣不等于别人没有，就像大部分人习惯在白天奔忙，而泰国人更偏爱在夜幕下活动。刚刚坐摩的坐得爽吗？还有胯痛。曼谷的夜市随处可见，大到像火车夜市那样2000多个摊位，小到4-5个餐车也能撑起一个夜市。当地政府对地摊经济的态度曾几经反复，多次清理，但考虑到摆摊是底层居民的生计，更是泰国旅游业的灵魂，现在的做法就是只要不逾越路权，不破坏整洁，就都可以摆。First One Night Market 离 CBD 稍远，所以没啥游客，规范、干净，价格亲民。这就是昨天吃的烤虾呀，200块。昨天我们吃多少钱啊550。我们刷一下摊子吧。这种是泰国人自己生活周边的这种夜市。泰式干拌面，料还挺多的，有虾，有鱿鱼，清口贝。好辣！我选这个夜市是因为它既不像考山路夜市那样那么游客，然后也不像曼谷有一些夜市很 local， 但是你要跑很远，非常干净，大部分确实都是本地人。买到虾啦，去找小郭。这里位于湄南河西岸的吞武里区，属于曼谷的老城区。崩卡崩什么？卡崩卡，卡崩卡。奶奶把这只猫养的也太好了吧！没在敢拍的。哦，他喜欢这样摸，你学他这样摸。被奶奶养过的生物都是这样的。在曼谷，好像干什么都能被理解。这里挤满了全世界的异乡人，没人在意你的来处，更没人指点你的去向。曼谷只在乎一件事：此时此刻你是否舒服。2026年，泰国旅游业定下了一个超有野心的战略，成为全球疗愈中心。即便是消费，泰国也要让你自在先行。提到曼谷的商场，放眼望去都是商业人，建议同行们去泰国看看。曼谷的 shopping mall 有什么不一样？我最大的感受是，作为商用空间，他们愿意舍弃商用空间，要不就是超挑高，令人顿觉空旷，要不就是让位于其他造景 LED 灯带、水上市场、丛林、瀑布、餐厅、商铺，就是哪儿有空就安哪里。号称能将整个泰国都装进去的显罗天地，是目前曼谷体量最大的商场。一层复刻了旧时湄南河的市集生活，就是这个巨型瀑布让显罗天地一跃成为泰国最好拍的商场。还有那个让你深陷其中的泡泡玛特，这里是它的全球最大旗舰店。为了看得更清楚，我特意拍了很多照片。有什么限定值得冲一冲的吗？这么重要的广告位，一定要留给重要的人。一逛街就失神的阿毛。素坤逸商圈集结了3个 EM 开头的商场，最火的是这个 M Sapphire， 非常多巴胺逸商场，定位年轻化。临近春节，商场很应景地布置了新年元素，有时候感觉在国外年味儿好像还重一点哈。我在找一个空中花园。Incotier 开业于2015年，就是旧了一点，但看着贯穿整个楼层的森林瀑布和空中花园的概念。显然10年前泰国人已经意识到人货场相互渗透的重要性了。
3个 EM 性商场分布在 BTS 站两侧，由空铁连廊将奢排、潮玩与花园融为一体，使素坤逸稳居曼谷4大商圈之列。近年来，曼谷每开一个商场都会成为亚洲商业的灵感范本，让爱逛街的人瞬间步入时间黑洞，即便花上一整天也不知疲倦。但不爱逛街的人，他不想走了，他不想逛街，不想喝酒，不想吃东西，他只想坐着浪费时间。所以约好的820不去了，对吗？不是说那个来不及吗？6点半喝好以后，然后1个小时去夜市。对啊，差不多也能，为什么不能？走吧。可爱不可爱？还有泰式服装。干什么？我发现了，其实你就是想去824。我一说去824，你马上情绪就好了。没有呀，我没有表现出来这样子呀，有吗？有吗？人最好的状态就是那一个个放开自我的瞬间。一到曼谷，磁场都变了。不同于欧洲的精致松弛，高温、微笑和极低的快乐成本，会让人瞬间卸下防御。去曼谷之前，我以为东京是我最喜欢的城市，也是害了曼谷病了。那就常去吧，反正靠近赤道的地方，总能让人更开心一点。